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his is Rixie speaking.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可谓是当代流行乐坛的 Diva 天花板之一，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小猫情人 Ariana Grande。从童星到全球顶级的流行天后，她的故事里面有高音海豚音，有高马尾，有甜甜圈争议，也有曼彻斯特的眼泪还有重生。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走进 A 妹的世界，记得准备好你们的零食跟饮料，因为这一期真的有一点点的长，但是真的很有料。1993年6月26日 Ariana Grande Butera 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市。她的家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优越，父母都拥有自己的公司。她的妈妈 Joan 拥有一家为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制造通信设备的公司，而爸爸 Edward 则是一名平面设计师，也是 IBI Designs Inc 的创始人。所以说 A 妹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不是那种需要靠卖惨出道的艺人。A 妹的名字 Ariana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来源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画片《菲利克斯猫》中的奥利安娜公主 Princess Oriana 一角。但讽刺的是，她对猫猫过敏，这也太惨了吧！名字来源于猫，结果根本不能撸猫，这是什么人间悲剧？不过她不仅仅是对猫过敏，她还对香蕉过敏，只能说老天爷在给她绝世嗓音的同时，顺便关上了她吃水果还有撸猫的窗啊！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 Frankie， 比她大10岁，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还有制片人。兄妹俩的感情非常好， Frankie 后来还参加过真人秀老大哥，拉着妹妹一起让全国观众看戏。A 妹从小就展现出表演天赋，4岁起就开始登台演出，在劳德大爱堡儿童剧院出演过《安妮》《绿野仙踪》还有《美女与野兽》等等的多部音乐剧。音乐剧《安妮》的同名女主角就是她出演的第一个角色。后来还在冰球比赛中为佛罗里达美洲豹队演唱美国国歌，这也算是她的电视首秀了。说实话，8岁的孩子可以在冰球比赛这种大场面唱国歌，这心理素质，这台风，完全就是天生吃这一碗饭的。2008年，15岁的 Ariana 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还在读高1的她，获得了出演百老汇音乐剧《13》的机会，在剧中饰演害羞的啦啦队队员夏洛特。凭借着这个角色，她获得了美国国家青年剧院协会奖，从此开始受到了关注。从佛罗里达的小舞台到百老汇的大剧场，这一步跨的是相当的大。随后他参演了尼克少儿国际频道的情景喜剧《胜利之歌》 Victorious， 在剧中演红发小猫卡特 Cat Valentine，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叫他猫猫情人啦。这个角色呢，也让他在青少年观众中积累了超高的人气。这里有个小知识，他标志性的高马尾其实跟这个角色有关，因为导演要求他每隔1周就要为角色漂染一次红头发，结果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脱发，他只好用高马尾来掩饰这小尴尬。所以各位看到没有，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连 A 妹都因为染发掉头发，所以各位也不需要因为脱发而自卑啦。拍完《胜利之歌》第1季之后， A 妹开始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自己翻唱 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 等等天后的视频，那个横跨4个8度的海豚音直接让网友惊掉下巴。环球音乐旗下 Republic 唱片公司的老板经朋友推荐看到这些视频之后，当场就决定签下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只能说有实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参加选秀，唱首歌放在网上，机会就自己找上门来了。2011年12月，他发行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 Put Your Hearts Up， 这首歌的风格是比较甜美的青少年流行。后来 A 妹自己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这首歌，毕竟跟后来的她差距太大了。2013年 A 妹的音乐事业正式起飞，她推出了与 Mac Miller 合作的单曲 The Way。 这首歌凭借 21.9 万份的首周销量登上了美国告示牌100强单曲榜的第10名。这首歌真的是甜到掉牙， I love the way I love the way，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中的 R&B 经典。9月份，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 Yours Truly，
这张专辑发行首周就以 13.8 万的销量空降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冠军，她也成为继 Kesha 之后首位凭借首专登顶的女歌手。专辑融合了 R&B 还有90年代流行风格，向世人宣告这个绑着高马尾的小个子女生有着不输给 Mariah Carey 的唱功。同年11月，她获得了第41届全美音乐奖年度最佳新人奖。12月，她还推出了圣诞 EP Christmas Kisses。可以说2013年是 A 妹全面爆发的一年，从童星到真正的歌手，她只用了1张专辑就完成了蜕变。2014年8月25日，第2张专辑 My Everything 发行了，首周就便以 16.9 万张的销量再一次空降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冠军。她成为了自2010年以来首位前2张个人专辑均在榜夺冠的女歌手。这张专辑诞生了许多的神曲，跟 IGGY 合作的 Problem 几乎成为了2014年的年度神曲。那句 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简直就是洗脑，好不好？还有那首 Break Free， 就是他那个歌词 This is the part when I say I don't want it， 到现在就是还在我的脑子里面挥之不去，好不好？最后还有就是跟 Jessie J、Nicki Minaj 合作的 Bang Bang 更是强强联合。同年呢，她凭借着 Problem 获得了第31届 MTV 的最佳流行录影带奖，并且作为开场嘉宾表演了 Break Free 还有 Bang Bang。年末呢 ，A 妹也是首次登上了 Victoria's Secret 时尚秀，一口气献唱4首热单。但真正让她在社交媒体上出圈的是表演时的一个小插曲。小小的她在专心唱歌的时候，差一点点就撞在了正在走秀的维密天使的翅膀。她躲避的时候，那个有趣的表情被观众捕捉下来，然后网友就开始疯狂的 P 图，把她那个惊恐的脸 P 到各种突发场景里面。这件事甚至是概括了众天使还有梅梅等等的其他表演嘉宾的话题度。只能说 A 妹的演艺天赋也是点满的。这一年呢，她还获得了人民选择奖的最受欢迎突出进步艺人奖，还在白宫音乐会上为时任总统奥巴马表演了 I Have Nothing。 Mr. President, Mrs. Obama, what's up?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It's good. It's all good? All right, good. 从尼克儿童频道的小童星到在白宫唱歌，这上升速度简直像坐了火箭一样啊！那么在 Ariana 走红之后，争议也随之而来。2015年最爆炸性的新闻莫过于甜甜圈事件。Ariana Grande 被监控拍到在一家甜甜圈店里面大喊“我恨美国人，我恨美国”。这是一出不少人都粉转路，路转黑了。但 A 妹没有选择逃避，但是也因此低调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公众人物真的拜托，随时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不好？不然一个小小的举动都可以酿成大祸的。那他的感情方面呢，也是波澜不断。2014年，他跟合作者 Big Sean 相恋，但随后第三者传闻总是挥之不去。后来 Big Sean 的妈妈都接受了这位准儿媳，但是好景不长，因为跟比伯在演唱会现场的亲密举动又引发了争议。Big Sean 直接发推内涵，要教教这孩子别那样摸女孩子，然后不久后两个人就分手了。但 A 妹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新闻打倒。2016年，她发行了第3张专辑 Dangerous Woman， 这张专辑标志着她从人畜无害走向了成熟性感，展现出她女人味的一面。专辑同名单曲 Dangerous Woman 的官方还发布了清唱版 MV， 一镜到底。A 妹用完美的唱功证明了自己不是靠修音的。这张专辑呢，也是入围了第59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同名歌曲呢也入围了最佳流行歌手，事业重回巅峰。
感情方面，她跟 Mac Miller 的恋情相当甜蜜。有报道说 ，A 妹已经向身边不少人表示 ，Mac 就是自己这辈子的那个他了。虽然没有订婚，但心底已经认定了。谁能想到这段感情后来会以那样悲剧的方式结束呢？2017年5月22日 ，Amy 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举办的演唱会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2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那一天对于 A 妹还有所有 Arianators 来说都是永远的伤痛。袭击发生后，很多人都猜测巡演是不是会取消呢？但 Ariana 选择了继续。她在 Twitter 上写道：“破碎的，从心底里，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随后，她宣布举办 One Love Manchester 慈善演唱会，为遇难家属筹款。这场演唱会上，她邀请了许多艺人同台演出，包括 Miley Cyrus、Katy Perry、Justin Bieber、酷玩乐队等等。当他跟 Miley 合唱 Don't Dream It's Over 时，好多人都看哭了。2018年，他发行了第4张专辑 Sweetener。这张专辑距离曼彻斯特恐袭仅过去了1年。可怖的经历让 Amy 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跟温柔，也使得这张专辑更加深刻而丰富。主打歌 God Is a Woman 是他亲自填词，用无需华丽的措辞写进了他关于爱情的期待。我后面还看见有网友说，这首歌其实在讲他的床上功夫很强，所以叫做 God is a Woman。Get Well Soon 便是他为纪念那一次恐袭而创作的。歌曲的时长也颇具新意的定格在了5分22秒。这张专辑发行首周登上了20个国家的专辑榜冠军，并且获得了第6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我还要给各位推荐一下同专中除了最红的 No More Tears Left to Cry 之外，我最爱的 A 妹单曲之一 Every Time。 还有就是我想要提一下，为什么 Successful 听起来这么像 Twice 的老娘要当大明星啊？那么也是在同年呢， Mac Miller 因为药物过量去世了。 Ariana 虽然没有公开发声，但是呢，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掉了评论，想必也是悲痛至极。两个人虽然早已分手，但是那段感情对他来讲意义重大。2019年 A 妹发行了第5张专辑 Thank You Next。 这张专辑有多牛呢？主打歌 Thank You Next 直接封神。这首歌是写给他几位前男友的，包括 Big Sean、Mac Miller、Ricky Alvarez 还有 Pete Davidson。歌词里面 I'm so grateful for my ex 简直就是分手文学的天花板，把分手写得这么感恩戴德的也就只有 Ariana 了。 MV 更是大制作，致敬了贱女孩、律政俏佳人等等的经典电影，同时呢还邀请了许多的大牌明星朋友来助阵，就是说还挺好笑的。紧接着的 Seven Rings 更是现象级爆款。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她跟她闺蜜逛街的时候的真实经历。她买了7个戒指送给闺蜜，象征她们的友谊。歌曲采样了 My Favorite Things， 加上 A 妹的 rap， 直接连续8周获得了告示牌百强单曲榜冠军。当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说 Ariana 肯定不会在现场演唱这首歌，因为她根本不会 rap。不过他们也是迅速被打脸了，因为她在 Billboard 音乐大奖的现场就演唱了这首歌，狠狠的 slay 住全场，好不好？还有 Break Up With A Girlfriend、I'm Bored 也是洗脑神曲。这3首歌在2019年的告示牌前100热门排行榜中一度包揽前3名。A 妹这一波真的是封神了。同年呢，她也获得了第39届全英音乐奖最佳国际女歌手奖，第36届 MTV 音乐录影带奖年度艺人奖。这一年，她就是流行乐坛的绝对女王。还有就是她在讲获奖感言的时候还说，如果你此时完全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章节会给你带来什么的话，你不是一个人。虽然在这一年 Ariana Grande 达到了她的事业巅峰期，但是她也面临着巨大的 mental breakdown。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走不出前男友去世的氛围，经常有失眠、焦虑等等的状况。她还说过有时候还会 cry myself to sleep。她在录歌曲 Imagine 的时候还哭了很多次。
这首歌是用了比较简单的旋律编曲来讲述他最赤裸内心深处对现实的想象，与爱人自由自在的享受世界。他自己后面还提起说，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总是忘记 Mike 已经走了，他还给他打了700多个电话，可想而知他前任的去世给 Ariana 带来了多大的创伤。所以我们也要珍惜眼前人，享受当下 As if there is no tomorrow。 还有一定要提的就是，在这个 era 出圈的除了这张专辑里面的爆曲，还有就是他的穿搭，高马尾 oversize 卫衣再加上一双直筒高跟鞋，变成了当年的穿搭模板。Ariana Grande 在今年的采访也表示说，当时这样子穿搭是因为没有什么心情打扮得太精致，所以就直接穿了一件舒服的大卫衣，加上一对 Conti 的靴子就出门了。直到了2020年 Amy 在疫情期间发行了第6张专辑 Positions， 同名主打歌 Positions 展示了她在爱情中的多面角色。专辑里还有跟 The Weeknd 再次合作的 Off the Table， 探讨了他是否准备好再次去爱，毕竟经历了这么多，能重新出发真的很不容易。2021年他与 Lady Gaga 合作的 Rain on Me 获得了第63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奖，2大 diva 的合作直接封神好不好？这首歌的 MV 2个人穿着高叉舞衣跳舞，不知道让多少粉丝当场昏厥。还有就是这首歌还有一个迷因，就是在当年的 VMA 颁奖典礼上面的 live 表演中，他们戴着口罩表演，有个部分 Lady Gaga 好像是在跟 Ariana 讲什么东西的样子，然后就有网友解读说 Gaga 应该是在叫 Ariana 别唱得这么猛了，把我都压下去了。直到如今呢，我们还是无从得知 Gaga 到底说了什么。直到了2025年 Lady Gaga 在 Spotify 上的发布会上面回应了一位记者的提问，他说他真的不记得当时对 Amy 说了什么，反正就是很好笑就对了。同年5月，她跟结婚不到2年的丈夫 Dalton Gomez 正式分居。这段婚姻一直都很低调，低调到好多粉丝都不知道她结婚了，结果突然就离婚了，也是让人唏嘘啦。2024年 Ariana 的事业迎来了2件大事件，第一个是第7张专辑 Eternal Sunshine 的发行。这张专辑呢是我认为的最神的专辑，在沉淀了3年之后，她通过这张专辑再一次揭露了她心里最深处的 Ariana，她的脆弱、心灵的治愈还有痛苦。专辑的名字来自于2004年的经典爱情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就是金凯瑞还有凯特温斯莱特演的那部神作。Ariana 可是金凯瑞的铁粉，连他的儿童节目《酸黄瓜先生的人生笑话》都追着来看，后来还去客串过呢。而且 Amy 还玩了一个超级浪漫的彩蛋，在主打歌 Yes and MV 里面出现了一张写有 AG7 的红色卡片，背面印着地理坐标北纬 41.0359 度，西经 71.9545 度。猜猜这是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电影的关键地点纽约蒙托克。他引用了一句 Alexander Pope 的诗句，无瑕的心灵散发永恒的阳光，发在 IG 上给大家慢慢品，这就叫做文化人追星啊。这张专辑是 A 妹的第7张录影室专辑，而且 A 妹在这次的唱法上面也有了变化，不再像早期那样横冲直撞的飙高音，反而是用了一些气音还有鼻音，让整张专辑听起来细腻又迷人。我这边一定要提一下 Saturn Returns Interlude 还有 Eternal Sunshine 这2首歌的转场真的是比德芙巧克力还要丝滑，搞得我一度以为是同一首歌来的。专辑主打曲 Yes and 在2024年1月12日先行发行，这首歌一出来就直接空降告示牌花100的冠军，当时也是瞬间就引起了热议。Ariana 直接用一首歌回应了她对外界的质疑。是的，那又如何？我就是要做如此。第2首单曲 We Can't Be Friends Wait for a Love 跟专辑同一天发布， MV 呢也同时上线，结果呢又空降哈100冠军。这是 A 妹的第9首冠军单曲，凭这首歌她直接打破了 Taylor Swift 拥有最多空降哈100冠军单曲的女歌手纪录。美粉跟 A 粉在 Twitter 上差点打起来，但数据就是数据， A 妹这一波赢了。说到 We Can't Be Friends Wait for a Love 的 MV， 那真的是要好好讲讲了。
他们在 MV 里面演了一个叫做 Peaches 蜜桃的角色，这个名字呼应了凯特温斯莱特在电影里面的角色 Clementine 小柑橘。他的前任由 X 战警的快银伊凡彼得斯饰演。Peaches 带着交往时的合照跟信物去一家记忆消除诊所，想要抹除掉两人的记忆。手术过程中，过去一起去游乐场夹娃娃、过生日的甜蜜回忆一一涌上心头，但画面里面都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中两个人躺在雪地里面做雪天使的镜头，完美复刻了金凯瑞跟凯特温斯莱特在结冰湖上面的经典场景。最戳人心的是，记忆消除到一半 ，Peaches 突然惊醒，眼泪挂在脸上，紧紧握着脖子上面前任送的项链。粉丝看到这里直接泪崩，他好像是在说：“拜托，可以把这段回忆留给我吗？” Ariana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大家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正面、很快乐。但讽刺的是，必须要抹除、逃避不愉快的记忆，才可以让阳光永远进驻内心。他认为选择性消除某部分记忆是悲伤又美丽的概念。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心中只有阳光，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痛苦在专辑里面。后面在2025年的 VMA 颁奖中，他也以这一支音乐视频赢得了包括2024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最佳摄影奖等等的大奖。专辑的第8首歌 The Boy Is Mine 因为在 TikTok 上被各种舞蹈挑战带火，也正式发行成了第3首单曲。还有就是各位一定要去听一下 Supernatural， 真的是非常好听。各位，如果你正好是处于人生第5期的话，听这张专辑真的是可以治愈你的情绪，相信我 ，it works。第二个就是他主演的电影《魔法坏女巫 Wicked》上映了，他在片中饰演了 Glinda， 那个善良的金发女巫，和他搭档的是 Cynthia Erivo 饰演 Elphaba， 两人在电影里面的化学反应直接拉满。12月份，他跟 Cynthia 的创造性合作获得了2024年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聚光灯奖。《魔法坏女巫2》也在2025年上映。Ariana 还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第8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看来 Amy 的演技也是被大众认可的。时间回到2023年7月 ，Amy 的新恋情曝光，对象是魔法坏女巫的搭档 Ethan Slater。但问题是，两人认识的时候 ，Ethan 已经是有妇之夫，而且他的妻子 Lily J 正在孕期。一时间，小三的指控铺天盖地。知名八卦博客 Page 6发布了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章，来无端指控 A 妹插足 Ethan 的婚姻。这篇文章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A 妹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是 Ariana 的粉丝可不是吃素的，他们迅速展开调查，扒出了篡稿人 Sarah 女士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有家庭成员的照片。他们打印出她的照片，去 Page 6的总部楼下抗议，强烈谴责她乱写报道，损害 A 妹声誉的行为。他们还打爆了 Page 6公司的电话热线，要求公开道歉。最终 Page 6删除了那篇报道，并在2024年的最新文章中承认没有实质证据证明 Ariana 插足了 Ethan Slater 的婚姻。那位 Sarah 女士也被 Page 6开除了。粉丝的力量真的是不容小觑，但是各位请不要学 OK， 这个是不对的。2025年10月，外媒报道 A 妹已经跟 Ethan 取消了结婚计划。消息人士称他们的关系变得 toxic， 两个人已经几个月没有同框过了。Ethan 甚至是缺席了 Amy 在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颁奖典礼。至此，这场风波也终于是告一段落了。2025年3月28日，在 Eternal Sunshine 发行整整1年多之后， Amy 突然又丢出一颗重磅炸弹，豪华版专辑 Eternal Sunshine Deluxe Brighter Days Ahead 发行了。这是豪华版专辑新增了6首歌，实体版还加收了之前发行的几首混音版，包括和 Mariah Carey 合作的 Yes and Remix 版，以及跟 Troye Sivan 合作的 Supernatural 等等歌曲的混音版。这6首新歌简直就是 A 妹的情感解剖报告。原版序曲 Intro End of the World 只有1分多钟，但是出乎意料的受欢迎，于是 Ariana 就做了加长版。加长版之后情绪更加完整，在跟情人分开之后没有怨怼跟悔恨，只有无尽的柔情还有自我检视。我当时听完之后都有点哽咽了，就那个词写的也非常好，各位一定要听一下。Twilight Zone 的歌名来自于经典影集《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
这首歌被歌迷认为是在讲述跟前夫 Delta Gomez 的关系。尽管已经离婚，他仍然对上一段关系保有善意，同时对分开也感到不解。歌词里面也写到，不是我想念你，我没有，只是有时候难以相信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种温柔又克制的态度，真的只有 Amy 能做到。Dandelion 这首歌有点小争议，因为它的风格跟专辑整体氛围不太搭，人觉得可能放在 Thank You Next 里面会更合适。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它的氛围感超强的。另外2首歌 Warm 跟 Past Life 讲的是告别过去，想要把最深刻的那段感情留在前世。而 Hampstead 是 Amy 自己说过写过的最爱的歌曲之一，歌名来自于伦敦的汉普斯特德，也是他拍 Wicked 的时候住的地方。最戳人的歌词是 I'd rather be seen and alive than dying by your point of view， 我宁愿做被看见的活人，也不要做你眼中的亡魂。还有最后那句 Rather be swimming with you than drowning in the crowded room， 宁愿和你相拥共游，也不要在人海中没顶。这种对爱情的渴望跟恐惧写得太细腻太真实了。而跟豪华版专辑同时发布的还有一部26分钟的短片 Brighter Days Ahead。 这部短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We Can't Be Friends 的 MV 事件发生的70年之后， Ariana 在片中继续饰演 Peaches。 短片里面收录了专辑标准版的3首歌，还有豪华版加曲的3首歌，并且致敬了科学怪人、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X 战警、世界之战等等的多部经典电影。粉丝看完之后直接疯掉，请大家务必去看微电影，看完会更爱的。2015年9月7日，这一晚 Ariana 时隔5年重返 VMA 舞台，带着 Brighter Days Ahead 的7项提名强势归来。最后她拿下了3座大奖， Video of the Year、Best Pop 还有 Best Long Form Video。 加上这3座奖杯， Ariana 在 VMA 历史上的获奖总数达到了13座，成为了获奖第5多的女艺人。当然 Amy 的感言可以说是又感人又好笑，这是最佳流行歌曲的感言吧。她穿着一袭黑白相间的礼服上台，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展现出了 A 妹式的高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粉丝，我用我存在的每一根纤维爱着你们，谢谢 MTV。 然后她突然开始念名单，这不是普通的念名单哦，是那种恨不得把所有工作人员都提一遍的念法，从导演、制片人到灯光团队、艺术部门，甚至连场务跟餐饮组都没有落下。念完长长的感谢名单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对着镜头真诚地说了一句让全场感动的话 Thank you to my therapists and gay people. I love you. 我猜 Ariana 这里最想感谢的应该是他的哥哥 Frankie， 因为他真的是全世界最支持、最爱 Ariana 的人呢。再说到年度音乐录影带的感言，这个项目讲述的是努力治愈各种创伤，回顾我们年轻时的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安全感。这是一个终身的旅程，也是每天的练习。如果你们也在这条路上，请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向你们保证 Brighter Days Ahead。 不得不说，看见 Ariana Grande 真正的走出人生最阴霾的时刻，我真的太感动了。其实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非常的 touch。 刚好呢，因为当时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全部都是靠一滩sunshine把我的思绪拉回来。那么在今年的11月份， Ariana 主演的电影《拜见岳父大人4》也将在北美上映。虽然不知道她在里面演什么角色，但是可以跟 Robert De Niro、Ben Stiller 这些大咖合作，牌面绝对够大了。音乐方面的话， Ariana Grande 提到过说暂时不会出什么新歌，不过也不会让粉丝等太久。在结束之前呢，CC 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 A 妹的冷知识，保证有你不知道的。她的身高到底是1.53米还是1.54米呢？根据不同的资料， A 妹身高有说1.53米的，也有说是1.54米的，反正就是小个子了。但是呢，气场2.8米，她的舞台表现力真的是让人忘记她只有1.5米出头。Ariana Grande 天生是棕色卷发，她标志性的黑长直高马尾其实是染的，真的是为了形象付出了好多啊。她有6只狗狗，分别叫做 Coco、Tulius、Ophelia、Fox、Cinnamon 还有 Sirius Black。 最后那只的名字来自于哈利波特，因为她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她的公认粉丝名是 Arianatus， 她也说过对这个名字其实不是非常的满意，
但是在2014年3月27日 Ariana 曾经说过她希望粉丝基地被称为 The Loves， 不过这个改名似乎没有成功，大家还是习惯叫 Arianates。 还有就是她有低血糖症，所以在演唱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她中场休息的时候吃东西补充糖分。她最喜欢的游戏是大富翁，她说即使比赛的时间很长，但也从不厌倦，这一点好接地气啊，因为就是说大富翁确实挺好玩的，对不对？那他还觉得企鹅很可爱，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觉得很可爱所以放进来。但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就是 Ariana 真的是一位模仿达人，她模仿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人的神态给演绎出来。从佛罗里达的小公主到百老汇的童星，从红发小猫到流行天后 Ariana Grande 这一路走来，她经历过恐怖袭击、爱人的离世，也经历过婚姻的失败，还有小三的指控，但她从来没有被击垮，而是用音乐一次次证明自己，用作品一次次治愈自己跟粉丝。正如她在 No Tears Left to Cry 里面唱的一样， I'm picking it up, picking it up, I'm loving, I'm leaving, I'm picking it up。无论未来她走向何方，无论她的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来， Ariana 永远是那个绑着高马尾、踩着超高防水台、用海豚音震撼世界的小个子大 diva。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也喜欢 Ariana Grande，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西西你最喜欢她的哪首歌。爱你们，谢谢，拜拜。